我穿成了虐文女主，努力的攻略3年，男主依旧一副视我如草芥的样子。一气之下，本该送给男主的爱心便当，亲手做的卡通陶瓷杯，被我一股脑的送给了恶毒女配。教室里，男主气得红了眼，而本该陷害我的女配却护在我身前，冷脸泼了他一身水，滚，别来骚扰他。系统提示：女配好感增加5，男主已触发胃病发作。没错，我觉醒了一条新的攻略线。女配好感每增加1点，男主就要倒自大霉。一场车祸，我穿成了一名虐文女主。小说里，男女主家都是帝都顶尖富商，在2人年幼时便定了娃娃亲。女主从小便喜欢黏着男主，可男主却讨厌这个过分活泼的小女孩，总是冷脸应付。终于，女主长大后心灰意冷地离开男主，而男主却后悔了，上演一场粗糙短暂的追妻火葬场后，便重新追回女主。对，就是这么烂俗。而我十分倒霉地穿成了那个被虐心虐身的舔狗女主。传书3年来，我兢兢业业地扮演痴情女主，只求能攻略男主回到现实。他打球受伤，我火急火燎地给他买药；他文科不好，我熬夜地给他整理资料。甚至他谈了个小女友，我还顶着暴雨给他们送伞。秦鹤接过伞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是你，而不是一句谢谢。居高临下的瞥了我一眼后，他便和女朋友离开。而我在回去路上的水坑里狠狠地摔了个狗啃屎。我咬咬牙，忍过了高中3年，想着总有天能武化兼并。可谁料我的舔狗技术日日进步，而男主3年如一日的傻逼。那攻略进度条是一点不长啊！今天我的忍耐值终于达到极限。阶梯教室里，秦鹤当着3个班人的面问我：“苏淼，你真的这么喜欢我？大学里也要缠着我吗？”他声音不大不小，可大半间教室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坐在位置上，被无数揶揄探究的视线包围。秦鹤站在我面前，漂亮的凤眼里只见不屑，好像高3替他整理学习资料的不是我，好像帮他提高大几10分的人不是我。这话说的好像是我死皮赖脸的，非要跟着他来这所大学一样。可若没有我，他考不考得上都不一定。一边接受我对他的好，又一边嫌弃讨厌我。2个字，贱的。见我发愣，秦鹤将一个包装精细的三明治扔到我面前，别再来送了，我不会吃的。周围传来低笑和谈论声。我温声细语了3年，就换来这样的冷淡。狗男主，老娘不攻略了！我气得脑袋发胀，一把夺回三明治。秦鹤，高中3年你吃的还少啊？每次你不吃早饭胃疼的时候，还不是吃我带的那些饼干面包？你现在又当又立什么？他神情瞬间变得难看起来，深褐色的眼眸里氤氲着惊诧和怒意，似乎没想到一向乖顺的我会当众反驳他。我冷笑一声，拎着三明治起身就走。这破剧情，我不奉陪了。我早起精心的做三明治，小心翼翼的捧上的心意就这样被糟蹋。秦鹤不吃，有的是人吃。我气冲冲的下楼，一个人低头爬楼，正巧撞上我。那人与我一碰，瞬间弯下腰，嘴边溢出一声闷哼：“罪过，罪过！”我赶紧扶住他，慌乱道歉间看清了他的模样。女生黑发如瀑，眼睛漂亮的不像样，只是唇色发白，皱眉想要离开。我被摄住了片刻，而后视线下移，落在他捂着胃部，用力到苍白的手。是胃疼了。大清早胃疼多半是没吃早饭又急着来上课，于是掏出怀里的三明治递给他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微不可见地拧了拧眉，不用了，接着便把视线瞥向一旁，强撑着站起身准备上楼。我立马拦下他，语气严肃：“同学，不吃东西，以后胃疼会越来越严重的。”比如秦鹤。女生闻言看向我，眼底似乎闪过一丝疑惑迷茫。我只当他是不好意思，这三明治是我亲手做的，很好吃，就当是我不小心撞到你的赔礼。我努力地展露友善的笑容，朝着女生星星眼。终于，他犹豫片刻后接过了三明治。谢谢。我弯眼笑笑，转身便离开。本以为这只是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，不过是校园里的偶遇，却不想没过多久我便又遇见了他。秦鹤生日宴那天，我极为不情愿地被拉去了现场。秦苏两家交好，我怎么也躲不过出席，只是没想到会再遇到那个女生。她一身白衣，衬得整个人身形修长。苏父将她拉到我面前，一句话将我劈得外焦里嫩。淼淼，这就是一直和你说的姐姐，前些日子才找回苏家，今日正好让你们相认一下。苏怡，本书最大的恶毒女配，也是苏家的真千金，而我穿成了苏淼则是假千金。在苏怡小时候被拐走后，苏家就收养苏淼。为了弥补对走失女儿的愧疚，苏家竭尽一切的宠爱苏淼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苏怡被找回后十分怨恨嫉妒苏淼，为此不惜陷害她，甚至接近男主，让他更加厌恶苏淼，虐他身虐他心。我咽了咽唾沫，结结巴巴道：“姐姐好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苏怡提前回到了苏家。秦鹤还好对付，不过是冷暴力，忍忍就行。可苏怡不一样，她玩真暴力啊！书里的她又是掐女主脖子，又是把女主推下楼梯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。我紧张的神情呆愣，定定地看着眼前的苏怡。书里苏怡回家看见女主的第一面，便是好一阵阴阳怪气。我攥着手指准备听她的嘲讽，却不想她面色平静。妹妹好，苏父笑着说让我们熟悉一下，而后便走去和一群书霸寒暄。
苏怡的视线落到我紧张的扣杯子的手，神情有些复杂。许久，声音轻缓：三明治很好吃，她长得极为漂亮，漂亮中又带了几分英气，鸦羽般的睫毛轻落，遮住一双如黑曜石般漂亮的眼睛。这般温柔的模样，哪像小说里那个疯批反派？我满心诧异，正想开口，秦鹤就来了。他一身黑色高定西装，衬得整个人金贵万分，逆着我。那天不是气势汹汹的走了吗？怎么今天还来我的生日宴？他又上下的打量我一番，往日不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朴素难看？是啊，往常我为了吸引他注意，每次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可他还不是一眼都懒得看我。我一股气又冲上天灵盖，苏怡却先我一步开口。往日都听说秦公子礼貌有加，今天怎么说话有些难听呢？秦鹤的表情空白了一瞬，眯起眼看着苏怡：“你就是苏家刚找回的亲生女儿。”他玩味地扫了眼我和苏怡，转头对着我说：“我妈让我来找你，跟我走吧。”我暴毙，躲过了他企图来拉我的手。苏淼，我来找你，你还不高兴？他的声音骤然停下，原来是苏怡不动声色地向前踏一步，挡住了他。秦公子，他好像有点不愿意，向来一张臭脸高高在上的男生终于忍不住了：“苏淼，你会不愿意？”我眨眨眼，原地愣了2秒。而后冲他甜甜地笑了下，躲到了苏怡身后。秦鹤，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我咬着唇，可怜巴巴地抬眼望苏怡。姐姐，我害怕。在秦鹤要把我啄出洞的视线中，系统音在我脑海中叮当一声。苏怡好感度提升5，现好感度5%。我开心地冲着秦鹤扮了鬼脸。什么狗男主，我要抱你配大腿了。就在刚刚，我觉醒了一条新的攻略线。苏怡对我的好感每提升1点，男主都要倒自大霉。这我不得好好的报复他。四秦鹤自然是被我气得咬牙离开了，我也懒得理他，毕竟我现在的攻略对象可不是他。梳理苏怡回来后，苏家在物质上补偿他，可依旧更宠爱从小养到大的苏淼。他对我又恨又厌，生日宴上帮我大概也只是因为那块三明治。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的拉近和好姐姐的关系。经过多方打听后，我得知他总是早出晚归的去自习，学上头了便经常忘记吃饭，怪不得那天胃疼的那么厉害。不过胃疼吗？这活我熟。一大早，我就在学校外的出租屋忙得热火朝天，精心地做了小便当出来。我开开心心地拎着小便当盒在自习教室找苏怡，可谁知刚到教室门口就撞上秦鹤，身边还跟着他的小女友。他眉眼间压着一股烦躁，却在看见我手中的便当盒后松懈下来，露出了然的神情。我挑眉，怎么不会以为我又是像之前一样特意的来送早饭的吧？果然，他身边的小女友凑在他耳边低声笑语：“秦鹤，你看他这不是又来了？我看前2天那样就是为了吸引你注意。”秦鹤也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，似乎笃定我是来找他的。我笑笑，想喝不会自己去买。你腿断了，还是你男朋友腿断了？你不会以为这个是送给你们的吧？秦鹤果然如此的表情裂开了，他的小女友也瞬间绿了脸，却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搂着秦鹤的胳膊笑：“那以前天天去食堂排队给我买喜欢喝的豆浆的是谁啊？”他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看得我直笑从前的自己到底有多卑微。为了攻略秦鹤，我甚至还连带的为他女友带早餐。苏淼，就你做的这些东西，谁稀罕？秦鹤刚才因为我而崩裂的表情又恢复了平静。我气得不轻，却突然瞟到了教室里的苏怡。心念一转，我眉间一蹙，硬生生的逼红眼眶。抛下秦鹤，我径直地走向苏怡，坐到她身边。姐姐，你又不好好的吃早饭了。我看着她桌上拆开的饼干袋，掏出便当里的曲奇饼干蛋糕卷。苏怡皱了皱眉，不用了。果然还了三明治的情，她就对我不冷不热了。不过嘛，我有一计，明装可怜。果然，姐姐也不喜欢我做的东西。刚刚秦鹤还说我做的东西难吃，她不稀罕。我落寞地低头，声音硬地带了哭腔。我只是担心姐姐像上次在楼梯口那样，怕姐姐又胃痛，所以特意的准备了些吃的。苏怡握笔的手微滞，有效。我再接再厉，滚烫的泪水已经要溢出眼眶。没关系，不打扰姐姐了。我擦着眼角要离开，却被拦下来了。我确实有点饿了。我迅速地擦干眼泪，扬起笑脸。那姐姐快尝尝，都是苏怡喜欢的巧克力口味。我打听了好久才知道的呢。余光中，秦鹤不时地向我们这边偷瞄，苏怡不经意地越过我看回去，费心了。他拿起一块蛋糕尝了口，眨眨眼，挺好吃。用心做的东西，怎么也不该糟蹋。苏怡好感增加5。从前我有多操心秦鹤的胃病，现在就有多费心在给苏怡做好吃的上。感谢秦鹤，让我在烘焙上练到大师级别，连带着做饭也色香味俱全。借着促进姐妹感情的理由，我不时的就拉着苏怡尝我做的菜。苏怡一拒绝，我就撇嘴茶言茶语。什么秦鹤哥哥以前总说我白费功夫，说我手艺不好，可我现在只是想让姐姐尝尝。他总会反过来安慰我，久而久之便拒绝不掉了。虽然嘴上还是又冷又淡，但我知道他品尝我的饭菜时，总会眼前一亮。我撑着下巴，美滋滋地盘算好感度，加5，加5，又加5。哼，女人，这还拿不下你。说李苏怡黑化就是因为家人漠视，如今我巴不得天天黏着她，这下就不会黑化了吧？我变着花样的做些养胃的东西给苏怡吃，果然她胃疼的次数减少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有一个人却倒霉了。
系统提示：女配好感达到30%，男主已触发胃病复发。没错，秦鹤许久未犯的胃病发作了。听说他这2天时不时的就疼得难受，强撑着去上课，结果在教室里被人抬去医务室，真是喜闻乐见。晚自习上，他又抿嘴捂着左腹，额角冷汗直冒。高中时我们是同桌，我总盯着时间催他吃东西，他一不舒服我就给他带药熬粥，才一点点地养好他的胃。同学都说我对他好的过了头，可他一点不在乎，只觉得我明知不得他喜欢，还要厚着脸皮贴上去。尽管那些东西他一点没少受。既然你不在乎，那我就收回来吧。下课铃声响起，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经过秦鹤时却被他拉住衣角。男生的手指近乎苍白，青筋浮现。我好疼，疼。那就对了，胃疼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蜷在座位上的人，有病就去看医生，拉着我干什么？拉我可没用，就是我让你现在疼得要死的。大概是疼得实在厉害，秦鹤身上透出一股脆弱感，眼里隐有稀碎水光，可语气仍是高傲不屑。拽错人了而已。他立马松手，我也抬脚就走。刚走2步，就听见身后人气急败坏：“苏淼，你真走！”我勾起嘴角，脚步又轻快了几分。这些年捧给他的东西，我会一点点地收回来，却不想没等我大展身手，秦鹤又找到了奚落我的机会。6，我错失了这次的奖学金。秦鹤踩着点的来教室时已经没有位置了，于是脚尖一转坐到了我身边。我翻着课本不予理睬，可偏偏有人嘴贱：“苏淼这么认真，这次不还是没拿到奖学金？还是咱秦哥厉害？然2等呢？”秦鹤的舍友喋喋不休，而他却默不作声，丝毫没有辩悔的意思。我动作一顿：“是啊，上学期我没考好，可我没考好还不是因为要忙着给秦鹤补弱课。他高中实理科就不行，那时我帮他整理知识点，找题教他，硬生生的把他的数学、物理拉高几10分。可以说他的理科基础是我为他打下的。而大学的高数、力学他仍不开窍，我依旧整理习题集、知识册给他。他最后考了个好成绩，我那天却因为生病头疼，考得不理想。这之中的情他是一点不领啊！苏淼，别闹了。秦鹤语气缓和，我妈说好久没见你了，周末要和我回家吃趟饭吗？哟，现在想缓和关系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不了，秦同学该带你的小女友回家，带我算什么？我对他的事好视若无睹，替我向阿姨问好，你可以滚了。苏淼，秦哥都这么低声下气了，你还不乐意？为了你，他这2天都和对象闹矛盾了。秦鹤咬着牙，明显的被我的拒绝气得不轻。但闹矛盾只能说明他确实是个3心2意的渣男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不会以为我会感动的立马凑上去吧？当晚去找苏怡的时候，我就故意的绊了一跤，趁着他扶起我，我迅速的开始我的表演。没事姐姐，就是我这次没拿到奖学金，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苏怡不由得追问，于是我勉为其难的告诉了他室友。姐姐，是我自己没发挥好，你别怪秦鹤这么说我。我咬着下唇，揪着他的衣角，要是能和姐姐一块学习就好了，那样我就想不起这些糟心事了。仿佛越说越委屈，我眼泪串珠似的掉。苏怡找出纸巾替我擦泪，动作明显的有些不自然。我知道她同意了，于是转天抱着一大堆整理的笔记跑去找我的苏怡姐姐。我和她的专业课程重合度很高，所以我的笔记可以派上大用场。我拍几大本密密麻麻又细致万分的本子，十分自信地对苏怡说：“姐姐有什么不会都可以问我，这么多天相处，我也大概弄明白苏怡力学、化学方面不太好。巧了，我学习下来好，最擅长的就是理科，何况教了秦鹤这个蠢蛋这么多年，可以说信手拈来了。”苏怡这些天已经与我亲近很多了，不再像初见时那般防备。他扶了扶银框眼镜，指着习题上一道物理大题道：“这题我一直算不出结果。”我凑过去一看，不过是受力出了错。于是我抬头看他，笑得又甜又乖。这有什么难的？秒秒教你，姐姐肯定一听就懂了。我接过他手里的笔，低头在纸上画出正确的受力图，带出一条清晰易懂的思路。最后一个字符写下后，我抬眼正看见视线匆匆地从我脸上移开的苏怡，在他看不见的视角里，我笑得更开心了。临近考试，我时常和苏怡探讨问题到很晚，这也给了我把苏怡拐回家的借口。姐姐，我要回校外的房子，太晚了，我有点害怕。我轻轻地扯扯苏怡的衣袖，越说越小声，神情忧切。我看谁躲得过装可怜攻击。果然，苏怡犹豫片刻后便同意送我回家。进门的那一刻，我掏出了准备许久的那支钢笔，书里苏怡喜欢不已，却被苏父送给苏淼的那支限量款。苏父对此毫不在意，一把钢笔罢了，正好淼淼生日就送给他了。爸爸下次送你别的，可他不知道，那是苏怡没被认回家时梦寐以求的一把笔。我知道这是激化他嫉妒的一大诱因，也是我拉高好感的一大利器。姐这么晚送我回来，这是谢礼。我满眼期待地看着他，姐姐你喜欢吗？这次是我用存款直接买下的，没有经过苏父之手。他目光闪烁，嗓音有些干涩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把笔？因为我很喜欢姐姐，了解姐姐。姐姐以前在外受苦了，但以后我会好好的对姐姐的。我目露心疼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苏怡。她果然动心了，伸手接过这把钢笔的同时，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。苏怡好感度60%，是时候了，该触发下一个点了吧。
就如我所愿，秦鹤期中考的几门科目跌了个狗啃泥。我触发了系统，让男主成绩暴跌回原来的水平。本就是我生拉硬拽才拉到的高度，没了我自然会摔回去。讲台上，身旁秦鹤捏着粉笔的手动了又擦，擦了又动，却迟迟的算不出答案。而我自信的落下最后一笔，拍掉手上的粉笔灰。对我来说，小菜一碟的题目，对秦鹤来说可不算简单。哎呀，秦鹤，你可是拿了奖学金的人呢，怎么连这种题都写不出来？我故作惊讶，低声地说：“怎么我一不教你了，你就这么笨了呀？”看着他青筋浮现的右手，我愉快地走下了讲台。当然了，他可不止这一门完蛋。下午第一节课，他就被另一名专业课老师叫去。秦同学，本来想拿你的作业展示给同学们参考一下的，但这次的作业有些不尽如人意啊，很多重点都没归纳出来，当然不尽如人意了。毕竟以前我都会提前整理知识点给他，他对着抄能写得不好吗？秦鹤一脸踩了狗屎的表情，看得我兴高采烈。不稀罕，不好意思，没了我，你真的不行。我拿着新学的点心给苏怡吃，和苏怡一块自习互解困惑，整天黏在苏怡身边叽叽喳喳，看得秦鹤的脸色阴转多雨又转暴雨。从前他糟蹋我的付出，利用完就冷眼相待，那我就把我的心捧给其他人。我不在乎他后，他却又急了。这些天不时的就在我眼前晃悠，犹犹豫豫的不知想说什么。终于一次体育课休息时间时，他开了口：“苏淼，我仔细的反思过了，从前我那么对你，是我不对，我置之不理。”秦鹤深吸一口气：“我已经分手了，以后我会认真的对待你的感情的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”他蹲下身，满眼哀求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慢悠悠道：“大声点，你说什么？”秦鹤语气温柔：“我想和你重新开始。”我揉揉耳朵：“你和我重新什么？重新开始？你要和谁重新开始？和你？谁要和我重新开始？”秦鹤绷不住了，咬咬牙：“秦鹤向你道歉，我想弥补我的过错。”我轻哼一声，打开游戏语音：“姐姐，你听得怪有人一直在我旁边打扰我，害我忘记选英雄，只能选瑶了。”语音那头传来女生忍不住的一声轻笑，而后我听见她清脆悦耳的声音：“挂我身上，我保护你。”使我的讨厌意味十分明显，秦鹤感受出来了。于是他换了条路，他不试图直接软化我了，他试图让我知道苏怡不是好人。他把我拦在宿舍门口，一副交心的模样：“苏淼，你就没想过苏怡为什么会苏家吗？他是有目的而来的，他是为了拿回苏家财产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我奇怪道：“苏家财产本就是他的东西，拿回又有什么错？”不对，不止这样，秦鹤厉声地打断我：“他对你根本没有善意，他恨你抢占了属于他的前20年人生。为了让我更加幸福，他向我展示手机里的照片，上面拍摄的是苏怡手机里的一些文档和照片，全部关于我，详细的记载了我的信息资料以及一些如何对付我的计划。”我不由得握紧拳头。我知道秦鹤找过苏怡，就是这些东西吗？怪不得苏怡这些人主动的远离了我。我去找他，他总会以各种理由离开。秦鹤以为我会因为这些东西看清苏怡吗？可笑，我根本不关心他从前想怎么对付我，我只关心他现在对我的看法。既然秦鹤非要送上门，那我就借他测试一下好了。十一秦鹤想要我离开苏怡，我偏偏不如他的意。我依旧凑在苏怡身边，甚至还特意的做了陶瓷杯送他，尽管他有点躲避我。秦鹤气得眼红，他当然不平，因为我曾经满是爱慕的说我为他学了陶艺，现在却将悉心的做出的杯子送给苏怡。教室门口，他拉着我问：“你都知道他对你图谋不轨，为什么还要待在他身边？”苏怡不动声色地向我们看来：“不关你的事。”我挥开他的手，捧着刚倒完水的陶瓷杯往座位走。秦鹤再次地拦住了我：“你还给他做这些东西，你也不怕他反过来伤你？”我捧着杯子，目光不知所措地向苏怡，对着他像是下意识般地做了几个口型：“姐姐，帮帮我！”而秦鹤还揪着我不放：“苏淼，离开苏怡吧，你以前喜欢的不是我吗？”话音未落，他就被泼了一脸水。是苏怡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身边，接过我手中的陶瓷杯，把里面的水往秦鹤头上狠狠地一泼。我不是好人，但秦公子教室里骚扰女同学更不像好人吧？淼淼都说了不喜欢你，还这样死缠烂打，滚！别再来打扰他，我高兴了。我躲在苏怡身后，狡黠地朝秦鹤吐舌头，现在倒显得他像恶毒男配了。秦鹤发梢滴着水，整个人狼狈至极。他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后转身离开了。公选课下课后，苏怡总算不再像前2天那样找借口自己走了。我试着拉她的袖口：“姐姐不躲我了。”她停下脚步，欲言又止：“你一定看见那些照片了吧？那些窥探我的东西吗？”我知道她回到苏家是有意为之，起初对我也毫无好意，可那只是过去，不是现在。我只欣喜，原来她也和我一样在意对方的想法。哪些？我翻出秦鹤发给我的照片。姐姐是害怕我会因此讨厌你吗？她不作答，不安的眼神却回答了一切。于是我笑起来，在他眼前删掉这些照片。姐姐，其实我靠近你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报复秦鹤，你会讨厌我吗？他摇摇头，我知道你们之间的过往，是他有错，如果我能帮到你，那很好。那就对了，姐姐不在乎我最初的目的，我自然也不在乎。我勾住他的手指，轻轻地晃。
苏怡心里的好感已经到90%，从今往后真心的相待才是最重要的。然而这次秦鹤是真疯了，他很快的让我知道那个眼神意味着什么。12学校超话里突然流传一个帖子，里面配着几张模糊不清的图，是之前外出实习时秦鹤晚上喝醉，我扶他去酒店休息的照片。配文则是讲述了我对秦鹤多年的追求经历，并巧妙地暗示了我那天和秦鹤滚上了床。我那时只是想博取一点微薄的好感，谁知道现在会成为攻击我的利剑。主角是秦鹤这种全校皆知的富家公子，我自然成了旁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在课上都不敢摘下口罩，可依旧挡不住背后的指指点点。就是他呀，平时看着挺乖巧的，居然是那样的人。照片里看着像他主动，不简单，他想用众人的指点逼我与他在一起。只要和他在一起，那这些不过是小情侣间的事罢了。就连苏父苏母都隐隐地知道了这事。周末回家时，一推门就见秦鹤与苏父坐在一起聊天。叔叔，我喜欢苏淼，只是他对我有些误会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苏父似乎拍着他的肩膀，笑吟吟道：小孩子家能有什么误会？再说你们等着定了娃娃亲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？我的解释都是白费口舌。秦鹤就是要用同学、用父母压我，让我和他在一起。苏怡当然也知道这事。我躲在校外小屋里一天不吃不喝后，他拎着我喜欢的蛋糕敲开我的门。他皱着眉替我擦眼泪，把我搂在怀里一声声的哄。他的心跳声安抚了我焦虑的内心，我又往他怀里缩了缩。姐姐，你先带我走好不好？13苏怡应下，订了第2天隔壁城市的票。只是当晚秦鹤和他那个舍友就敲响我的门。秦鹤抱着花和蛋糕，一副要拿下我的架势，却在看见屋里打开的行李箱时愣住了。他看着来开门的苏怡，喃喃：苏淼，你要和他去哪里？我见他就一阵心悸。秦鹤，几天是好就有我几年坚守相抵吗？苏怡无视他们，想将门关上。秦鹤呼吸急促起来，他舍友急道：苏同学，都是误会，你就给秦哥一个机会吧。什么误会？难道用这种手段相逼就是他的喜欢吗？我冲上去扒秦鹤放在门上的手，他的神情愈加慌乱，情急下喊了声他身后的舍友。舍友眼珠一转，冷声地对我说：苏同学，那天的照片其实不止那些。他点亮手机，是一些我更解释不清的照片，尽管那是秦鹤意识不清下扒拉的。我气红了眼，秦鹤无措地伸手想为我擦泪，我也不想这样的。然后苏怡狠狠地打开了他的手，捂住我的眼睛，乖乖，不要看，不要理。把我推回房间里后，他一脚踹飞了秦鹤的舍友，揪着秦鹤的领子朝他脸上来了一拳。被压在地上墙上的秦鹤恨恨地盯着苏怡，都是你，自从你来了，他就再也不看我一眼。你就不怕我把你那些见不人的东西给叔叔阿姨他们看吗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苏怡笑起来，眉眼更显凌厉。你以为我在意的是苏家吗？他松开手，回到了我身边。系统音提示的同时，他对我说：好感满值，选择你想要触发的东西吧。14苏怡好感度已达到100%，请问宿主想要触发什么？我惊诧抬头，只见苏怡带着询问意味地看着我，似乎也能听见我脑海里的系统音。我心跳声震耳，强压下喉间干涩，在脑海里说：什么也不触发了，我只想把秦鹤带给我的一切还回去。系统叮咚一声，接受要求。苏怡摸摸我的脑袋，好，我脑子转不过弯，只知道第2天秦鹤他们发布的所有照片帖子被删除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更为详细的资料，包括语音、视频，从头到尾的记录着秦鹤想用造谣来逼迫我与他在一起的事。我知道这是系统的杰作，因为秦鹤不可能自己留下这样的证据，这是系统从第3视角所记录的。这份杰作被发给我和秦鹤认识的所有人。苏父怒气冲冲地杀到秦鹤家里，大声地斥骂他下作，差点打断他一根肋骨。秦鹤父母一点不懒，只自责自己没教导好儿子。学校里的舆论风向一夜间转了个弯，秦鹤的朋友无一不远离了他。这下被指指点点的人变成他了。而故事主角秦鹤鼻青脸肿，在被秦家送去国外前，一晚跪在了我家门口。苏淼，以前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好友冷待你，是我有错在先，之后我又鬼迷心窍，想走歪路追回你，我更是错得离谱。他声泪俱下，跪在我门前求我见他最后一面。我坐在门后的椅子上，听他逐渐的哀求到沙哑无力的声音，不为所动。略闻男主应得的，不是吗？苏怡神情平静的评价。我撑着脸点头。所以姐姐该和我解释一下了吧？15苏怡视角回苏家前的1个月，我突然察觉到这个世界有哪里不对。苏家人找到了我，说我才是苏家的真千金。我对这个陌生的家没什么感想，但是同学却兴冲冲地问我恨不恨苏家那个假千金。为什么要恨？因为他是我走丢后被苏家领养的，他替我过了这么多年的富家大小姐生活吗？可是我不觉得我如今的人生有哪不好，只不过是拮据一点。同学继续追问，要是你是苏家千金，现在可就是秦大少爷的青梅竹马来，我实在不懂，和那种性格恶劣的人相识是什么好事吗？我要忙学业，没空。也就是那之后，这个世界开始不对劲了。我的手机里凭空地出现很多关于苏淼的资料，以及一些恶毒的想法，删除后又出现，仿佛在引导我去恨、去害那个所谓夺走我一切的妹妹。某个挣扎无果的深夜里，我被雷电击中一样，突然明白了一切。原来我是聂文里的恶毒女配。
而妹妹正是这篇文里的女主。故事里的我会因嫉妒而陷害她，甚至蓄意的接近秦鹤来报复她。发挥完工具人的作用后，就会被剧情抛弃，最后苏家厌弃我，学校开除我，所有人远离我。20余年的人生，不过是为这种烂俗剧情的铺垫。我不过是男女主感情的推进器，不过是雌竞的工具人。其实我什么都不想做，剧情也会自动的修补。好笑，笑着笑着我又流了泪。竟是这样可悲又可笑的人生。知晓一切后，很长一段日子我魂不守舍，行尸走肉般的等着剧情让我回归苏家的那一刻。我时常通宵发呆。那天也一样，一天一夜什么也没吃，天亮后直接爬起去上课。果然胃疼了，疼得我眼前发黑，像我阴暗无光的未来。然而我遇见了他，故事里与我关系恶劣、处于敌对的苏淼，在那天递给我那块三明治。接过三明治的那一刻，我看清他的笑意，很温暖，像阳光。所以为什么非得相恨？16女主视角剧情一直暗示我讨厌你，可我在那天只感受到了你的善意。你明明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我为什么一定要极度厌恨你？苏怡目光柔和，坐在了我身边，离得我很近。秦鹤那种人，不值得我去接近讨好，也不值得让你这样耗费感情，被他千百次的伤害。所以我想，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出路。宿主苏淼开启第2攻略线，申请者苏怡。他与系统达成协议，让我可以选择第2攻略任务，获得他的好感，并报复秦鹤。系统但于他已经觉醒，会强行的破坏剧情，崩坏世界，于是答应了这个要求。而这也是他和系统的赌约。如果我还是选择攻略秦鹤，那或许最后的结局是我攻略失败，他落得恶毒女配的凄惨下场。庆幸的是，我选了第2条路，所以我救赎了他，也就赎了我自己。我完成这个世界的任务，而他摆脱糟糕的结局。我弯眼笑起来，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肩膀。苏怡重新买了一张去往海边的机票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我与他并肩地踏进明媚的未来。